這是嫌疑人 X 的現身裡，食神每天走過的河岸與公園。新三者里面，加贺反复走訪的人形町，以及麒麟之翼一位重傷的父親最終倒在了橋上，這些场景全都集中在東京的日本橋一带。东野圭吾為什麼一次次把故事的發生地選在這裡？假設換一個地方，這些故事還會成立嗎？今天就跟着我，帶着相機走進這片街區，尋找答案。我们的起點是濱町公園，這裡是2008年的電影《嫌疑人 X 的現身》的實際取景地之一。電影中，數學老師食神每天都會從這裡經過。這座公園和日復一日的通勤路線，共同構成了他平靜而封閉的生活。如果你還沒有看這部作品，只需要知道，這是一個孤獨的數學天才為了保護自己默默深愛的人，設計的一場近乎完美的騙局。但眼前的濱町公園卻沒有一點懸疑的氣氛，運動場、綠地、兒童遊樂園，組成了一座再普通不過的城市公園。就像一場近乎完美的犯罪，往往也需要一個足夠普通的外表。在東野圭吾許多令人難忘的作品裡，危險就藏在通勤、午餐、問候以及重複了無數次的生活裡。這一切越正常，那個突然出現的裂縫就越讓人不安。食神窮盡所有算計，真正想守住的是什麼？答案也許就在接下來的路上。離開濱町公園，我沿着電影中的路線走向於田川。電影中這段河岸聚集了不少的露宿者，第一次看時，他們很像一閃而過的背景，直到謎底解開，才會發現這條河岸也是食神計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環。如今再次來到這裡，當然已經沒有了電影中的帳篷和流浪漢，河岸被整理成步道，跑步的人、自行車和水上的船只構成了寧靜祥和的畫面。我們跨過這座橋，繼續向南，走到小名木川匯入於田川的位置，眼前就是萬年橋。現在的這座萬年橋是重建於1930年，但這座橋的歷史還要早得多。葛飾北齋在《富岳36景》中就畫過它。電影中食神與靜子母女居住的公寓就在這一帶。就在我拍風景的時候，橋對面有一家三口從我面前走過，於是我舉起相機拍下了這個背影。不知道食神有沒有想過，這幅再普通不過的畫面裡是否也會有自己的位置？食神想守護的，也許就是靜子母女平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身邊有彼此。電影裡邊還有一座橋，青州橋就在不遠處，但我想把它留在入夜以後。離開河岸，我走進了新參者的主要舞台——人形町。那我們也從神探伽利略系列切換到了加賀恭一郎系列。什麼是人形？其實在日語裡它就是人偶。江戶時代，很多火熱的劇場曾開設在這一帶，許多人偶師也住在附近，所以人形町這個名字就這樣流傳了下來。過去的劇場已經消失了，今天仍有很多老店與住宅緊挨在一起，門簾外是生意，門簾內是生活。新參者中，加賀剛剛調到日本橋警察署，對這片街區來說，他正是一個新參者，也就是新來的。為了查清一名女性遇害前的行蹤，他不斷地走進煎餅店、料亭、鐘錶店和工藝品店，詢問包裝方式、客人的習慣以及某一天發生的很小的事。這種調查方式需要的正是人形町這樣的街區。店鋪與住家離得很近，誰去過哪裡，買過什麼，很容易被周邊的人看見。但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
那新參者並不只是借用人形廳的街景，而是直接讓這些真實營業的店鋪進入敘事。所以如果你看過劇或者小說的話，非常建議來這裡走一趟，因為只有你走到這裡，你才能更容易地理解加賀的調查方式。一家店提供一個片段，一個家庭隱藏一部分的原因，最後被他連成了同一宗案件，整條人形廳都是他的調查現場。當然，來了人形廳，別忘了買一盒人形燒。那這個點心正因為發源於這一帶，所以直接以街區命名。麵粉、雞蛋和砂糖烤成鬆軟的外皮，裡面通常包着紅豆餡，傳統造型大多是七福神的面孔。那味道怎麼說呢？如果你吃過其他紅豆餡的小蛋糕，相信我，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個味道。沿着人形廳繼續向前，就是水天宮。那這裡在新參者系列中也是經常出現的一個地方。這裡以安產求子聞名，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家庭來這裡祈求平安。那到了麒麟之役，遇害者青柳生前曾多次去神社參拜，那水天宮呢就是其中的一站。他供奉的紙鶴把加賀引向多年前的一场意外。你可以在這裡許願。來，我們看一下這個願望，可以說是非常的樸實了。現實中的水天宮在迎接新的生命，那故事裡的父親卻在為過去祈禱。那我們繼續向前走，就是麒麟之役故事的核心——日本橋。橋上最醒目的就是那只長着翅膀的麒麟。那其實傳統形象中的麒麟是沒有翅膀的。那由于日本橋是全國道路的起點，那設計者為它加上了雙翼，象徵道路從這裡延伸向遠方。麒麟之役中，一位父親身負重傷，卻沒有立刻求救，他用盡最後的力氣走了8分鐘，倒在了麒麟像下，他的生命結束在道路的起點，頭頂的麒麟卻象徵着出發與未來。加賀系列的另一部作品《祈禱落幕時》也把日本橋的地理寫進了謎題。案發現場的日曆上寫着這一帶12座橋的名字，對應着12個月份，把案件、時間和一個家庭的過去連在了一起。那走到這裡，其實地點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背景了。如果換到別處，麒麟之役就會失去最重要的象徵，祈禱落幕時的12座橋也無法成立。在加賀系列中，日本橋本身就是謎題的一部分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当我散步到這裡時，天空突然暗了下來，雷聲、雨聲從樓宇之間傳來。那誰能想到幾十秒後，暴雨和冰雹居然一起落下？現在可是8月份的夏天，下冰雹了呀！那我趕緊躲在了屋檐底下，整條街也變得空空蕩蕩。那表面安靜的城市，也被雨水打碎在積水的倒影裡。那就像我前面說的，一切越正常，突然出現的裂縫就越讓人不安。東野圭吾筆下的悲劇也常常這樣開始，沒有預告，一個選擇或者是一句謊言，就足以讓生活偏離原來的方向。雨雖然停了，但天空還在打雷。那我又回到了早上來的隅田川，來到了青州橋。遠處的晴空塔亮起燈光，隅田川繼續在橋下流淌。人們或許也會把昨晚的雷雨當成新的談資。如今寫這些故事的人已經收了筆。很多作家離開以後，讀者總會說，他只是去了自己創造的世界。那這句話如果放在東野圭吾身上，那就有點糟糕了。但我願意相信，他去的是案件結束後的世界，相信在那裡真相已經全都揭開，所有的人都可以重新開始，也希望不必再有人只能作為另一個人的影子守候一生。那些被他寫進遺憾裡的人，終於可以笑着向他揮手。謝謝你寫下我們的故事啊，寫得不錯哦，新來的。